听到家里人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哭了。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在关丹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吉隆坡求学。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告诉我转校没事的。所以就变成说我到学校的时候，我看不得别的女生软弱，就是错方，错方说任何一句话都不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立懂什么》，我是丽丽。那这个月呢，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校园霸凌。那这个主题其实准备了很久，而且也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最难准备的一个课题，因为这个字听起来很沉重。小孩子做了这些事情，你要我用霸凌去标签他的行为，我也觉得讲出来的时候有一点卡卡的。但是其实它距离我们很近啊，它可以发生在你孩子学校的走廊。在学校的群组的聊天室里面，就在你我孩子的隔壁旁边。所以，但是当我们常常说要防止霸凌，可是我们到底理解霸凌者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吗？那些施害的孩子，他们动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那当你是家长，发现自己的孩子是霸凌的那一方，或是被霸凌的那一方的时候，你又应该如何去面对呢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一起来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心理状态。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，也非常感谢这一集的荣誉赞助 Koala Kids，一个专为学生设计全布制可水洗护脊书包的书包品牌，马来西亚的品牌。那也谢谢 Koala Kids 哦，能够支持我们这集的好内容，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展开今天那么有深度的对话。那为了让更多的当事人可以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讲出来，揭开自己当年的伤，揭开自己比较黑暗的那一面呢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讲到校园霸凌的时候呢，会有3个妈妈站在不同的角度，霸凌上不同的角度，去让大家能够更全面、更多面向的去了解校园霸凌这一回事。那3位受访者呢，都会是匿名出镜，因为他们希望可以更真实的跟大家分享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听的是一位40多岁的妈妈，那我们暂时称她为小美。她呢是在中学时期住在寄宿学校，只有学校假期的时候呢才可以回家。那对于自己在学校被霸凌的这一件事情，她从来都没有跟老师、师长提起过。有那么的一个契机，但是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全盘托出，结果就是自己独立撑过了那一段难熬的日子。那到底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。大概在我中学时期吧，寄宿越来越多人来学校寄宿，应该是在初二、初三的时候。当时候有一位同宿舍的女生很喜欢我，想让我做她的女朋友，但是我拒绝了。结果跟她交好的那一些朋友的话呢，因为她的伤心，所以一直要求我答应。我还是不答应的时候，他们就用比较激烈的手法啦，来让我就范哦。比如说，他们会把我身边的那一些舍友聚在一起，然后孤立我。吃饭的时候啊，我一坐下的时候，同桌的桌子的那些舍友就会离开。夜习课的时候啊，我一到的时候的话呢，大家就会用很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啊。然后我坐下的时候，身旁的人也会走开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，放学了之后我去冲凉房冲凉吧。衣服都搭在门框上面了。当我冲完的时候，我的衣服全部都没有我就在里面一直叫，没有人回应我，没有人回答我，也没有听到有人的声音，所以我就一直在里面等哦。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，应该是要吃饭了吧，才有同学应该看不过去吧，就把毛巾搭回去那个门框那边。我只能抱着毛巾，然后从浴室走出来，再经过他们的眼光，走回自己的那个厨那一边啊，然后自己当成没一回事，也不想懦弱给他们看，所以就强撑着咯。很难熬，感觉上很久，但是又好像没有超过半年，因为每一天面对这样都想他快点过。
可能自己不要这么在乎他们吧，然后没有去激怒他们，会去回避。就比如说放学了不回宿舍，留在课室里面，或者去办公室那一边帮忙老师，一直到情况可能都很明显了吧，越来越多同学或者舍友都感觉不对劲的时候，其中睡我旁边的那位来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答应他？你这样子的话哦，我看到你都辛苦。”因为他们也有撬开我的橱，把我的那些衣服啊、用品全部都跟打出来，精神伤害吧。然后我说：“这样对吗？你觉得这样对吗？我都不喜欢女孩子，我们还是学生嘞。”然后他听了之后，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不是很对吧？可能他也不知道原来自己这样子做是不对的，他们就觉得我辜负了人家对我的好心。我也一直强撑着那个自己的那种气势啊，不让他们看到我是有机会去答应他们的。所以之后的话呢，反而他们觉得无聊吧，就没有再管我。我不在乎他们的时候呢，我自己没有这么压抑，没有这么难过的时候，就这样子熬着过咯。到我也不知道多久了，同学开始跟我说话，跟我示好，但是对我来说都是假的。我试过最严重的时候的话呢，是打电话回家，一听到嗯，听到家里人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哭了。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在关丹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吉隆坡求学。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告诉我转校没事的，他们没有问我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就叫我转校没事的回来。我哭完了之后，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他们，所以放弃我自己的学业。我不想爸爸妈妈担心，所以我自始至终我没有说。但是哭完了之后的话呢，我自己更坚强了。我知道我要继续求学，他们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。当时打电话的时候，学社的社监也在旁边。听完电话之后，他问我什么事情，我就试探着我说跟同学之间有矛盾，老师嘛，第一件事情说，哎，正常的，都是这样子的，同学有矛盾，讲开了就好。一轮的那个道理，我知道他们没有要帮我，他连要想让我了解，给我讲出来，他们也没有问，所以我觉得老师帮不了我，我自己可以的，就自己这样子走。我初一就开始住宿舍，一直住到高三的时候，我离开宿舍。当时我是庆幸的，我离开那个环境。当时候的话，我以为过了，我以为我成长了，没事了。一直到去工作的时候吧，在工作上遇到其他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发觉我自己迷茫了，发觉我自己不对劲了，我就去找帮忙，就找了辅导老师帮我。然后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的话呢，我发觉了原来这件事情还在我心里没过。然后辅导老师在引导的时候呢，我才发觉原来我在职场上的那种刺猬型的那种性格，都是因为我看不起小时候的自己，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很懦弱，为什么没有反抗？为什么没有勇敢的站出来？所以我长大之后的话呢，在职场上我是很强势的，然后也遇到了在沟通上啊，在跟上级啊，还有在跟团队啊之间的磨合很困难。开始我没感觉，只是一直到我发觉我的孩子好像不怎么敢跟我说他们的事情，很多时候不会愿意透露啊。他们在学校发生的东西，我也在摸索着，我还以为我其他方面做的不好，一直到原来我还在无意识的要求我的孩子，遇到不公平的时候要站出来，遇到有人欺负他的时候不要被欺负。但是我孩子不是这样子的性格，
他就不是那一种很强势的，他就比较有同理心，所以他也很压力了。如果他告诉我的话，可能我就会告诉他，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让人家欺负。所以他宁愿选择不要告诉我了。结果我们的那个关系就好像不要说拉近吧，就可能维持都有问题了。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做得很不错了，一直在学习着，给自己时间成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另外一段故事，来了解一下校园霸凌的另外一个面向。那这位主人翁呢，我们暂且叫她做小燕。那她是一位40岁左右的二宝妈，不过呢，她的身份跟小美不一样，她是当年的霸凌者。她是在小学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期专门针对一位在她眼里看起来有点脏、有点臭的同学。那他自己对他做出了很多言语上的一些说话，去压迫他，然后可能做一些恶作剧，然后在他的眼里，当时候就不怎么样。可是当他到了大学，接触到关于霸凌的课题，看了些书，哎，回首过来却觉得说自己当年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燕她怎么样理解过去的自己。我们那个年代呢是没有霸凌这个词的，所以我其实在那个过程中，我并不觉得我是在霸凌他，我可能更多感觉我是在欺负他，而是在慢慢长大之后知道校园霸凌这个状况，我其实回想，我觉得我是有在霸凌这个同学啦，就是可能维持8年到1年左右吧，她是一个女生来的，然后比较安静，我会开始去欺负她，可能是有一点点竞争的心态。或者是也可能是一种看不得他太软弱的一种心态，我觉得，所以我就开始会在言语上啊，时不时的话讲话可能就会用一种欺负他的语言，比如说是哎呀，你也是不会的啦。总之我就觉得他比较差，所以我在言语上可能就是会压迫他的一种状态。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我后来我确实是觉得有点愧疚的是，我们去我们后巷玩的时候，有一个区是那个商场的回收区嘛，然后里面有一罐香水，那个香水是到半罐了的，但是因为长得很漂亮嘛，那个香水，所以我们就讲，哎，我们拿这个香水来试试看玩，可是我们又不想试在自己身上嘛，所以他就变成那个当时的一个对象了。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可能拿这个香水，喷在你头发就会很香啊。事后他就有一点生气的，他就走掉了。但是过后他还是会来找我们做朋友的哦。所以这个是也是在我后期才能够理解的状况啦。就为什么好像你被欺负了，可是你还是一直回来找我们这样子。这是我有一个当时我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心态。我是有明显的意识到我是在欺负他的，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欺负是有多大件事，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同理他被欺负的那个感受啊，因为我那个主要是我要去欺负他，如果我可能要赢得一个，如果有一个伙伴在旁边，好像那个香水的事件，我其实是有一个伙伴在旁边，我可能是要赢得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认同，然后我就去欺负他，哎，你看我们这样做他也可以，哎，你也一起来，他就是这个认同。所以如果他去到一个很严重的 stage 的话，就是一个 level 的话，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它是很危险的，他可能会到身体的伤害都是会的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刚好是有读到一些可能心理学的书啊，或者是一些社会学的书，所以我就有一点意识到校园霸凌，而且这个校园霸凌这个 school bully 这个名词也是在大概我们那个时候会比较常听说，我就开始去想回，诶，我校园以前我是不是有被霸凌过，或者是我有没有霸凌过别人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回想，好像也很多，其实校园里面是有很多 case 的。但你要讲我有没有被霸凌，我印象很深是我去欺负这个同学。那其实在我们小学的整个状态中哦，我觉得大家互相欺负的状况也很多，尤其是女生，她们会搞一个圈子，
然后可能传纸条，那个纸条可能在1年里面，他都针对那一个人，不断的去讲他的坏话。所以你讲这个是不是一个霸凌呢？然后可能你在厕所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拉一下那个女生的头发啊，或者是推她一下，也都有的哦。这样如果你讲这种传纸条去攻击另外一个人的事情，它也有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所以我可能觉得我同时有2个经验，但是我觉得我霸凌这个同学的经验比较我记得比较深刻，是因为我后面有反省这件事情的。我真没有想过这一点，但是我只能讲说，我当时候去欺负他的心态是，我应该会是看不得他软弱，可能我把我自己投射在他的身上，我觉得我也不可以在面对一些压迫的时候，我软弱，我就看不起这样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就会去欺负他，就变成那个对象，这个是一点。第二点，我觉得是因为我也没有朋友嘛，我可能也是要得到一个认可，这样我在欺负他这一点。我可能得到我的伙伴的一个认可，我就误认为这个认可是对的，或者是没有错的这样子咯，所以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咯。我在家里面的教育是教我不可以呈现软弱的一面，然后你必须要好胜，你必须要强过人家，然后一点错都不能做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在哪里，有时候你被打就是被打，然后大人只是讲你这样是错的，但是他并没有教育你说你是错在哪里，然后你为什么这样子是错的，然后你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。我觉得以我家的那个打骂教育，它漏掉了这一块东西。所以就变成说，我一直认为，反正我做错事情，我软弱的时候，我被惩罚、被打、被暴力的是应该的。所以就变成说，我到学校的时候，我看不得别的女生软弱，就大家同是女生嘛。然后为什么有些人是可以去撒娇啊，她可以每天哭啊，然后一点点东西可能做不好，她就觉得不行啊，就很公主病的那一种啊，会是我的对象哦，因为我会觉得。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？这样子不是错了咩？这样我就会去找这样的一个对象来欺负他。就是说我可能在欺负另外一个人的身上，我看到诶，这个权利跟我的家人用在我身上的权利，这个 power 是一样的时候，我就会去用这个 power。这个 power 能够用到多大？如果是我有伙伴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滥用的状况了。就是如果这个伙伴没有出声，这个角色啊，这个人的角色，他其实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在出现的时候，你在你能力范围里面去帮他讲话也好，或者是帮他去报告老师也好哦，他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。因为霸凌者有时候他其实虽然是故意去欺负另外一个人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未必很清醒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，他会有更严重的后果的。他们不知道那个后果的，所以他们才可以一直去 test 里面嘛。所以今年里面发生的几个事件啊，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，它至少是提高人们的霸凌意识，然后可以去正视这件事情，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专业的机构也好，或者是专业人士也好，它可以列出一个指标。这个指标虽然不是一定是对的，但是它可以有一个指标让你意识到，哦，我现在在做的这个欺负人的动作，其实它就可以被归类为霸凌。它不是要定你的罪，但是它是可以让你清醒的意识到你的举动是不可以再继续下去。我觉得这样子也是比较好的。父母当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指标，他也能够在处理孩子的霸凌事件上可以更理智一点，他也更有一个办法、一个方法可以去依循呐。我当下就是真的是做了一个很 extreme 的动作，我那个思绪很乱，然后我就想，我必须要让他知道，this is very serious，不是你今天玩玩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可以分辨对错的，可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很大的警惕来，有些东西是 cannot be reversed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了，全家人都原谅你，不代表外面的，就是他还很小啦，但是还这么小，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到了成年的那个年纪，你做出这种事情的话是回不了头，因为不是我们去 control any situation 而已，所以我带了他去一个孩子会害怕的地方吧。
带了他去警局的门口，然后就跟我老公就有一点争执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当下做的那个决定，做的那个动作是不是对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可是我很强烈的觉得我必须要让他知道，然后他就叫我孩子，哎，你赶快跟妈妈道歉，叫妈妈原谅你。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了，我一定原谅他的，因为他是我孩子嘛，我讲我们全家人每个人都会原谅他的。可是如果当他成年了，然后他做出这些事情伤害到别人，警察不能原谅他的，就是法律是不能原谅他。我觉得他需要知道这一个 point 呢。有时候我听到霸凌那个字，我感觉很重，我不想用这个词在这一群小孩子身上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他们真的是不懂。其实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 exactly 怎样才是霸凌，总是有那个感觉，是因为我们就是错方，错方说任何一句话都不对，你要去争取求证什么，好像感觉都不对。我觉得每个孩子本性都是善良的，可是可能真的是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像你说那个 dynamic，好像，我们全部去做一个事情，他们就很 excited，然后很兴奋就去做了，也好像没有办法分辨当下那个动作。我觉得他是有被影响，可是因为我是错方，我不敢讲这个字，你懂吗？就是不敢很公开的说，我觉得我儿子被影响，因为我一说这个字的话，一这么说的话，就好像是我把责任往别人的身上推，就很无助的感觉。我只是其实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，我也不是要去 blame 别人，但是老师可能长辈们会有很多的标签，然后你又很想为他去 defend 一下，但是因为是错方，不能 defend，一直处于这个心理状态，我觉得很不健康。我会不断的想我要怎样帮助这些孩子去相处更好，然后我也不想跟我孩子我不想讲到，哎，你不要再跟他们不要再跟那个人玩了，他不好。我不想讲这句话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很伤害，然后在他的脑里面 plant 下一个 seed，就是你不要跟那个不好的人玩，因为我不希望是这样子。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，是没有是完全没有东西可以参考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怎样，因为一直背负着那个错方的那个枷锁，然后好像觉得说什么都可能是不对的，就去见校方啊，怎样啊，和其他家长讨论啊，尤其是校方吧，我觉得很难，因为可能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些 SOP 是怎样。但是我对学校的信心很低，就是我们去见校方的时候，我是单独见校方，基本上一开头就有讲了，就是你们这群爱的教育的家长就不打，也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打过孩子，是有的，可是现在我 try to practice 不打，但是一来就听到这一句就其实心里是挺不舒服。可能我要相信学校是有能力处理的，然后我就 take a step back 咯，就觉得诶，他们会训他们 OK，然后他又会督导。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个辅导那一块是没有做到，我不知道是还没有轮到我孩子还是怎样，因为都已经1个月后的事情了。然后我就觉得不能，我要自己去带我孩子去辅导。辅导员有告诉我，他就第一次去的话，他第一件事情告诉我就说，他能感觉到孩子其实在学校是压力的。然后原来他这么 outgoing 那么 vocal 的一个人，他也会 feel 到压力，是我们看不到的。他就这么跟我说的，就说他在这个环境他是觉得有压力的，可能他还是要去适应很多东西之类的，然后要 get into environment。然后我的孩子很喜欢交朋友，可能他就是要有一点，可能我们看不到他有 peer pressure，他就是希望要融入，就给他自己很多 pressure 咯。我觉得哦，不要因为孩子有去欺负别人，然后也不要一来就用霸凌那个词，我觉得他真的很重，他整个就压在你身上哦。我们都有在教育孩子，可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控制不到的。孩子一群一进到学校，我不是要把这个责任丢去学校，我是想说他们聚在一起，那个 dynamic 真的会 change 的，他真的是会可能当下就觉得很好玩。我们是有在教育的，我们也是很心痛，为什么被欺负的那个孩子，
他可能也没有跟家长说，会是很 confused，我也是很想知道为什么孩子没有去说。我觉得这一边和另外一边的心情是一样那么焦虑的。所以就是被欺负的那个他 family find out 的时候，他们很焦虑，他们很生气什么的，跟我这一方的那个焦虑的心情哦，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一样的。我希望校方不要因为害怕事情发酵而没有早早告诉家长，因为我在被告知的前一个月，也没有前一个月，可能真的是一两个星期前，他们有拿那个 report card 的时候，我有问老师他在班上怎样，因为老师没有怎么说，我就问，然后只是说他说了一个我觉得也没有很严重的行为，就是那种走够位啊什么的，他是完全没有提过有这种欺负的事情，所以我有一点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就希望大家两边都探讨，两边都关注一下啦。因为其实我们的共同目标也是希望孩子可以好，因为孩子好的话，未来就会好。